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刷完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脑子里塞满了热搜和争吵，却想不起来自己到底看了什么？更让人后怕的是，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开口，不敢在人群里说出一个不一样的想法，甚至开始悄悄怀疑是我想太多了，还是所有人都在默契地选择沉默。你以为这只是因为你累了，也或者只是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太复杂，但其实这背后藏着一套精密的几乎透明的机制，一套专门剥夺你思考能力的隐形系统。今天我们来把它拆开看清楚。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感到不舒服，那很正常，不舒服往往是清醒的开始。我是 Skylar， 欢迎来到认知空间。如果你也是那种隐约感到有什么东西不对，但说不清楚的人，你来对了地方。第一层，你以为学校在教你思考，其实他在教你听话。这是我们每个人被驯化的真正起点。约翰·泰勒·盖托，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教育家，已用整整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对传统学校系统做了深刻的批评。他发现的事情让人后怕，学校并不真正教人思考，他教的是如何服从命令。盖托指出，现代学校系统是为大工业时代专门设计的，它的首要目的不是培养有创造力的灵魂，而是培养顺从不捣乱的劳动力。这就是他所批评的强制性学校教育。用你的生活来感受这件事。好学生的标准从来不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而是能最快最准确地背出标准答案。只要你不按标准来，就会被扣分，被淘汰。从小开始，教育系统测试的是你复述现成信息的能力，不是你思想的原创性，更不是你面对一个复杂问题时敢不敢站起来提出质疑。回想一下那些坐在教室里的日子，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一个历史定论，他们期待的是你精准地抄写在笔记本上，而不是你举手问这结论的来源可靠吗？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顺从被大力奖励，那些听话的孩子得到最高的赞誉，而好奇心往往被当成对课堂秩序的破坏。最终我们学会了只在规定的线内图索，而不再提问，不再探索未知的地方，哪怕心里有巨大的疑惑，也会为了那一个高分选择乖乖闭嘴。你有没有也经历过，在课堂上提出一个跟考试完全无关的好奇问题，却被老师以这不考，别浪费大家时间打断？就那么一次打断，就那么一次，久而久之，你再也不想举手了。这只是第一层，离开了学校，你以为那个笼子终于打开了，但你会发现外面等着你的是一个更大的笼子。第二层，离开学校，你以为终于自由了，其实你走进了另一个更大的笼子。社会系统并不想让你保持清醒。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用他对媒体与宣传机制的长期深入分析，揭开了一个极其冰冷的事实：权力结构极度依赖于让民众习惯性的消费，而不是思考。它需要你同意，而不需要你质疑。因为当你不再质疑，管理就变得轻而易举。乔姆斯基把这个机制称为制造同意。用你的生活来感受，就像你下载一个手机软件，面对那长达几十页的用户协议，你从来不会认真看每一条条款，你只会滑到最底端，点击我同意。这个动作每天以各种形式在你的生活里重演。你在消费新闻，在接受信息，在刷评论区，你接受了大量从未仔细审视过的叙事，而你甚至没有意识到那个同意的按钮你已经按了多少次了。我们所处的现代环境从根本上不奖励沉思，它奖励的是速度、激烈的情绪以及跟着大众走。当你真的想停下来仔细分析一件事的利弊，系统会用海量的娱乐新闻和碎片信息把你淹没。它不需要你想得太清楚，只需要你不停地滑动屏幕，不停地贡献你的注意力。在今天的网络生态里，批判性思维甚至被当成绊脚石，因为它会减缓信息的传播速度，它会让人开始质疑那些早已为你预设好的主流观点。当你开始问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你就变成了一个不合群的麻烦制造者。如果你曾经面对一个复杂的新闻事件，懒得去查证前因后果，直接跟着评论区高赞观点表态，你并不孤单，因为这正是系统希望你做的。但是一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看这件事。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些正在加速思考力流失的工具本身，你会看到更细思极恐的东西。第三层，
以点赞量正在彻底取代真理，媒介变成了我们思维的隐形暴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理论，他发现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会直接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这就是那句著名的论断：媒介即讯息。这不是在谈你看了什么内容，而是在说你用什么方式看本身就在重塑你的大脑。麦克卢汉指出，当下的数字媒介鼓励的是愤怒和确定性，而不是深度思考。以用你的生活来感受，一个人如果每天只通过短图文来交流，久而久之，他就真的很难再耐心读完一本需要细细咀嚼的书。不是因为他变笨了，而是因为他接收信息的方式改变了他处理信息的能力。你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那些数字、点赞、转发、评论，他们正在悄悄替代这件事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谁的赞多，谁就是对的。社交平台算法的根本目的，这是最大化用户的参与度。而什么情绪最能让人停下来愤怒转发，是对立，是极端，是那种让你血压瞬间飙升的内容，绝对不是冷静客观的分析。算法不断把能让你情绪激动的东西推到面前，理性的声音就这样被海量的噪音淹没。最后的结果是人们不再基于逻辑判断一个观点是否有价值，大家只看数字，看有多少人同意，有多少人转发。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变得比真相本身重要得多。这是一种最危险的认知多数暴政，不是有人在审查你，是你自己主动交出了判断权。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看到一条只有几个赞的评论，觉得肯定是胡说，但看到几十万赞的评论，哪怕逻辑漏洞一眼就能看出来，心里还是会嘀咕，这么多人赞应该有点道理吧。大多数人学到这里就够了，但够了有时候才是最大的陷阱，因为这一层说的还只是外部的工具，更让人后怕的是他对你的身体已经做了什么。第四层，这不只是一种习惯，这是生理层面正在发生的真实改变。神经科学家玛丽安·沃尔夫通过严谨的脑科学研究证实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数字媒体正在重新连接我们的神经回路，习惯了数字屏幕的大脑会越来越倾向于略读，扫一眼抓重点，快速跳过，而越来越难以在一段长文本上保持持续的专注。沃尔夫把这个现象称为数字媒体重塑大脑。大脑像一块需要锻炼的肌肉，如果他每天习惯举起的是15秒短视频的重量，突然要他去承载2小时的长篇深度阅读，他会感到真实的疲惫、抗拒，甚至彻底放弃。这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你的认知能力长期没有得到他需要的锻炼。批判性思维需要持续且深度的注意力作为基础，如果你的注意力每隔30秒就断裂一次，你就不可能真正分析反思或理解一个复杂的现象。我们的大脑正在被迫适应这种永远在线、永远跳跃的节奏，而付出的代价是深度思考所需要的生理基础正在慢慢流失。过去，人们听到一个挑衅性的观点，很常见的反应是听一停，在脑海里默默转一圈，回来再说。现在，这种习惯正在消失，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瞬间的本能反应，1秒看到1秒愤怒，立刻敲击键盘骂回去，这中间已经没有留给思考的空间了。有没有哪一次，你点开一篇稍微长一点的有价值的文章，看了前2段就忍不住划到最后看结论，或者干脆切出去刷别的了？如果有，那不是你懒，是你的大脑已经不习惯那频率了。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说，当注意力被彻底改造之后，而海量信息同时涌来，大脑会怎么做？第5层，你看得越多，反而越容易丧失判断力。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轰炸，大脑为了自我保护，会本能地寻找捷径。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廷在他的研究中量化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今天普通人每天处理的信息量是几十年前的5倍。当大脑超载时，它会关闭那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的独立判断系统，转而盲目依赖群体的判断。这就是认知科学中的信息过载。用你的生活来感受，就像一个人站在一间极度嘈杂的屋子里，几百个人同时对着他大喊，让他往不同的方向走，他的大脑最后会完全麻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能茫然地跟着离他最近的人走。当我们的大脑处于这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他会本能地寻找他人的线索来导航，去看大 V 怎么说，去看群里的共识是什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认同机制。原本
它是人类远古时代的生存本能，看到别人跑，你也跟着跑，这样才能躲开猛兽。但在今天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这种本能极其容易被有意操纵。当所有人都处于超载的茫然状态，只要有人在前面振臂高呼带起节奏，集体的盲从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没有人在思考，所有人都在跟随，而每个跟随的人都以为自己在思考。你有没有也经历过，面对几十个品牌的商品测评，脑子越看越乱，最后什么参数都看不进去了，直接闭着眼睛买了那个销量最高或者博主喊得最响的。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会让你重新看待刚才所有这些事。第6层，你以为你在网上是在讲理，其实你只是在发泄情绪。大脑远比你以为的要冲动得多。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用一生的研究揭开了人类心智最深层的秘密。他发现大脑拥有2个截然不同的运作系统，第一个是快系统，快速直觉，依赖情绪；第二个是慢系统，缓慢耗能，需要主动调用。卡尼曼发现，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里，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被困在快系统里出不来。这套理论他称为快慢双系统，而附着在它背后的那是一个叫做确认偏误的机制。一旦我们接受了某个情绪化的判断，大脑就会自动过滤掉所有与它矛盾的证据，只让那些支持它的信息顺利进来。你用你的生活来感受一下，开车时有人突然毫无预兆地并线加塞，你的第一反应几乎一定是愤怒，而不是冷静地想对方车里是不是有人突发急症。这就是快系统在工作，它不分析，不权衡，只反应。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精明的营销者和情绪煽动者的世界里，他们极其擅长用最简单的2元对立，好与坏，我们与他们，黑与白，轻松绕过我们缓慢而耗能的理性系统，让我们把那些熟悉的刺激性的叙事直接当成真理。而一旦你接受了某个情绪化的设定，确认偏误就会彻底开启防御，你会自动无视眼前所有的客观证据，只为死死捍卫自己最初的那个判断。事实不再重要。在职场或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交圈子里，表达不受欢迎的观点是一件危险的事。你可能被贴上难搞、破坏团结的标签，被群体排斥的恐惧是深深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它足够强大，让最聪明的人也选择晋升。随着时间慢慢推移，这种为了表面和谐而选择的沉默，最终会演变成对无知和错误的集体共谋。没有人在意那个方案是对是错，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假装同意。真正的智慧就这样在会议室里被悄悄抹杀。如果你曾经在朋友聚会或公司会议上，明明心里觉得某个提议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在兴头上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并不孤单。那个咽回去的声音，那不是懦弱，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程序，在你不知情的时候运行了。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真相会变得更加刺痛。第8层，你真的渴望独立思考吗？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渴望。我们为什么要为了群体如此委曲求全？难道我们不是天生热爱自由的吗？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深刻洞察中，残忍地揭露了人性里一个令人战栗的事实：许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暗中渴望交出自己思想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带来的是必须独自面对真相的沉重责任。弗洛姆把这个现象称为对自由的逃避。用你的生活来感受一个一直被父母安排好上学、工作、婚姻的孩子，有一天突然被告知，从今天起你自己决定一切。他的第一反应几乎不会是欢欣鼓舞，而是惊慌失措地去问身边所有人，我到底该怎么办？独立思考意味着你要承担巨大的心理重量，你不能再把生活里的失败和痛苦简单的怪罪给环境、社会或者父母，你必须为自己得出的每一个结论负起全部的责任。如果错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错。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责任感太沉重了，沉重到让人无法呼吸。为了逃避这种不可承受之重，人们主动选择分心，躲进舒适的信息茧房，用交出自己心智控制权的方式换取一种再也不需要对自己负责的轻松感。所以每次拿起手机疯狂刷屏的时候，你以为你在消遣，但有时候你其实是在逃离那必须自己想清楚、自己担责任的自己。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特别希望有一个权威人士、过来人直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答案，好让你以后就算失败了，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说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这也引出了今天最核心、最颠覆认知的终极真相。第9层，你之所以彻底放弃思考，是因为你把观点死死当成了自己。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对人类的潜意识有着极其深不可测的理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最深处的恐惧。人们会做任何荒谬绝伦的事，一直为了避免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与灵魂。这是一句很重的话。用你的生活来感受，想象一个人盖了一座纸房子，名字叫我的阵营永远是对的。他一直安稳地住在里面，批判性思考就像一阵猛烈的风，他死也不愿打开哪怕一扇窗，因为他知道风一旦吹进来，不只是房子会倒，连他赖以生存的那他自己也会随之崩塌。这就是荣格所揭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认知层面最深处的运作方式。在今天这个越来越极端的社会里，身份认同已经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人们用各种意识形态、圈层和立场来定义自己。我支持这个，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人。一旦你去质疑他的观点，指出他逻辑里的漏洞，他的大脑会立刻进入最高级别的防御状态，自动将这件事等同于对他的人身攻击。所以重新夺回思考的能力，本质上不是一件智力层面的事，它是一场需要极大勇气的精神觉醒。它需要你愿意剥离那层虚假的身份外衣，需要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平静地承认，我并不等于我的观点，我的价值不依赖于我永远正确。你有没有也经历过，当别人指出你深深热爱的某个信念有严重缺陷时，你会感到一种真实的生理反应，胸腔发紧，呼吸加快，一种无法遏制的愤怒从身体里涌上来，仿佛对方攻击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这个人。如果有，那不是你不讲理，那是荣格说的那道防线，在保护他认为最脆弱的东西。你以为的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另一个名字叫做因为害怕失去群体安全感而潜意识选择的自我保护。找回思考不是变得更聪明，而是异常愿意放下盔甲，直面真实自我的精神觉醒。它需要你残忍地剥离那层虚假的身份外衣，需要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平静地承认，我并不是我的观点，我的价值不依赖于我永远正确。这件事不容易，但它值得。今天停下来认真看完这9层的人不多，不是因为内容太难，是因为大多数人在某一层已经感到不舒服，然后滑走了。你没有滑走，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选择。是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知道了这9层机制，不代表明天你就能抵抗所有的算法和群体压力，也不代表你要从现在起对每一条信息都犀利的发难。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种我是不是太懒了、太没主见了的羞耻感可以放下了。不是你的问题，是一套系统用了几十年在认真地做这件事。Skylar 的认知空间就是专门拆这些东西的地方，把那些你隐约感到不对却找不到语言描述的感受拆开来给你看清楚。今天这9层机制，哪一层你在自己身上认出来了，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你说的可能正是另一个人最需要看到的。我们今天看清楚了集体降智背后的操纵机制，但还有一件更难面对的事，当我们独自一人面对真实的自我时，那种深深的空虚感到底从何而来？这问题比今天说的更难回答，不是因为它复杂，是因为答案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为什么你越努力寻找意义，内心越空虚。好了，这里每期都在做一件事，把那些说不清楚的困惑变成可以看得见说得出口的道理。如果今天这9层给了你一种终于有人说出来了的感觉，你已经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订阅是你告诉我，我还想继续看见。我是 Skylar， 我们下期见。